有人想把几十吨的钢铁送到天上去，送到外太空去。铁呀，飞上天做不到啊。于是有人发明了飞机，他就做到了。有人想把天上的雷电引下来，想照亮黑夜，做得到吗？富兰克林就做到了。于是他就创造了历史。何小马，我们忽悠的使命，就是要将做不到变成做到。我希望将来的某一天，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，什么软件都没有，只有忽悠。因为只需要忽悠，我们就已经可以连通整个世界了。这是我的梦想。最近金城怎么没到家来呀？是啊，咋听你说金城要开一家公司，到底还干不干了啊？不管他爸爸多么有钱，他总得干点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男人要是呆懒了，整天的吃喝玩乐，容易废了。别烦我行不行？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三哈，你真的要一个人骑车去死亡谷啊？你还是别去了吧。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，至少找个伴儿啊。我查过了，那里不单海拔高缺氧，而且道路崎岖，经常会有泥石流。你收到了，给我回个信儿。三哈，你说一个人去死亡谷是吹牛的吧？我真希望你是吹牛的。你现在应该一个人在酒店，喝完啤酒，吹着空调，在睡大觉呢吧？要是这样，我才能安心一点。我查过卫星地图啊，死亡谷可全都是悬崖和弯道，很容易就掉下去了。像我们这种小人物，要是真掉下去，连报纸都不会登一下，就消失了。我不希望你消失。你真觉得去西藏能对你有帮助吗？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，你想开一点儿。你要是敢做傻事儿，你就是逃兵。我真希望你能赶快回来，重新开始。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你干什么呀你啊？
给你留言不回，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你神经病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刚刚才听到你的留言，不是我不联系你，是这一路根本就没有信号。我保证啊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干这种发疯的事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担心我。你这么做，所有人都会担心的。谢谢你，纳兰，非常感谢。听见没？这是跟京城吵架了。我回去了，可别再搞砸了。爸，瞧您说的，把纳兰捧成一朵花，将来可就更不好管了。你要明白我的安排。还早着呢，我把老总留下来陪着你，是吧？替我好好管教他。爸，你干嘛呀？我又不是小孩了，我用不着董叔来陪我。那跟我回香港，我把老总留下来陪着你，我也放心。你是不是长大了？我明年就退休，走得远远的，不惹你，行吗？您看您又来了，好不容易从香港来一趟，见着我面就开始说我没出息啊，这个那个的。您在北京开一分公司，让我当个空头经理，我能干什么呀？公司账上那点钱还不够开车加油的，你让我怎么有出息啊？啊，好啊。我问问你，为什么要在北京这儿开公司？如果我嫌你没出息，把你留在香港，在我眼皮底下不更好吗？在北京开公司，哪怕是一间写字楼，2个员工也得开。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，没有哪个做生意的人不关心国家形势。你说把你放在这儿干什么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你做过一键分析国家政治形势、经济形势，对公司提出过有益发展的想法吗？我印象里一次也没有。如果你能熟练掌握国家经济政策、政治走向，未来董事会话语权谁也比不了你。可你做了什么了？那这些话之前你没跟我说过呀。那我跟你说说做生意，如果有好的项目，哪怕有微利也可以，你把报告递上来，我给你批，失败了也不要紧，特事特报，好不好？答应我了啊？啊，那您看着吧，我一定会给您个惊喜的。慢走了，金总。再来，1引拍，不好意思啊。 2击球，3收拍。好，1引拍，2击球，3喂，收拍。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也不接，你怎么了？是我做错什么惹你生气了吗？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，我上次挂你电话也不是生你的气，我是生我自己的气。后来我又给你发了很多语音文件，还有我给你整理出来的旅游攻略，你应该都收到了吧？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那辆自行车终于被我骑烂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赤脚流浪的背包客，如果没有好心的司机搭我，我就得走回去了。行，你注意安全。1引拍，2击球，3收拍。好，不错啊。教练，申请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您去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啊。董叔，克格勃，哎，我是不是放个屁，你都得向我爸汇报啊？老爷就让我陪着你，不是都任命了吗？高级经理。高级什么呀？他是不是让你盯着我私生活呢？我是高级经理，不是保姆。
你只要不惹祸不出格，我就不管。谁来的电话？一个朋友，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？男朋友。你跟金城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？爸，你就别问这些。我现在也搞不清楚，你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。你刚才电话里这个男朋友，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爸，你就别管了，我都这么大了，这些事儿我能自己处理。哎，打球，来吧。谢谢哥们儿。扎西德嘞，还好看，是不是变帅了？很有男人味儿吧？有味儿。你又胖了啊！我都快抱不动你了。不许说我。卢卡呢？他上班呢。走，找他去。现在啊？怎么了？我们主管今天不在，走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找卢卡。哦，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叫一下他啊。卢卡，上班呢，别喊了。卢卡，我别喊了。你回来了，卢卡。对呀，回头见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这洗把手，洗什么手啊？不是我包还没拿，拿什么包啊？我穿成这样，他就给我拽出来了，快走吧。现在的经济形态已经从铁路、公路基础建设逐渐转移到信息产业上，所以我们投资的侧重点要转移，你们的工作方式也要改变，不要总在办公室里吹冷气了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创业，他们有天分，有才能，没有钱，他们不知道来洛菲斯的路怎么走。你们要出去，用猎狗一样的嗅觉，用老鹰一样的眼睛找到他们，把他们请到洛菲斯来。以后我们要定期举办项目对接会，把优秀的年轻人请到我们这里。干嘛非得在这儿吃啊？我这不是上班走不开吗？你就凑合一顿吧。你涮涮再吃，老大那是生肉，到时候你再拉肚子。他才不怕拉肚子呢。你刚刚是没瞧见，他夹那生肉涮都没涮，直接蘸酱就吃了。到底经历什么了，怎么饿成这样了？你慢点儿。哇！终于吃上涮羊肉了。高原上，水70度就开了，啥也煮不熟。你们不知道我这几个月吃了多少半生不熟的东西。那青稞面，吃到嘴里都拉嗓子。那牦牛奶，嚯，那膻了。知道我身上的男人味从哪儿来的了吧？你和你也有。说说，你们俩混得怎么样啊？就那样呗。你就别操心我们了，你说说你有什么计划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做一款语音软件，就是说，你想跟别人说话，不用发短信，只用按着手机上的一个键说出你想说的，通过互联网直接传给对方。这样对方不仅能听到你说的话，还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情、你周围的环境。你是开心呢，还是愤怒呢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
你是不是死了？顾青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是不知所措呢，还是委婉呢？你让我录音，我都不知道能说些什么。还是充满着爱意呢？死亡谷可全都是悬崖和弯道，很容易就掉下去了。我不希望你消失。我明白了，老大这是在西藏谈恋爱了，想找人跟他说说话。我真的觉得，听一个人说话非常的重要。你这到底是听啊还是说呀？你打电话不也就这俩功能吗？当然不一样了，打电话你得立即做出反应，对吧？多直白呀！如果用语音软件，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和整理你要说的话。就跟电话的留言功能差不多。哎，有点像，但还是不一样。我们可以频繁的相互留言。还有，现在的人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，对吧？我上次因为发短信差点撞到一警察。如果有了语音软件，你不用眼睛死盯着键盘打字了，你可以完全把你的双手和你的眼睛从键盘里解放出来。这将是人类新的一种沟通方式。行了，别看了。哎，你觉得这几个项目，我爸会选哪个呀？这要看董事会的意见。董事会就是个摆设，我爸什么时候听过董事会的呀？你跟他这么久了，你不知道他会选哪个呀？少爷，你在英国学的是工商管理，英国人的投资申请报告都这么写吗？我不是先让您看看，让您替我把把关吗？把关？要想写好这个报告，首先你要搜集数据，论证它的可能性，申报合理的预算，然后做详细的市场调研。这个不用我教你，你比我懂得多。要不然老爷怎么能说服董事会呢？还有啊，你这个报告每个项目投资都这么大，这合适吗？我摆个摊烤羊肉串合适。话不能这么说。你要真想这么做，就像你说的，会计事务所的业务量上不来，架子拉得这么大，没有用啊。连续亏损，这个包袱你背不动啊。得了得了，您别说了，我现在就把自己淹死。我说的这想法，你们俩觉得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干？明天没空，明天我得辞职去。你疯了呀！你至少要听他把话说完啊！我说完了。你这就叫说完了？你至少得告诉我们你到底要干什么，你钱从哪来，你的计划是什么？你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前途？卢卡，你怎么也跟着发神经啊？我没发神经啊，我信他。那我呢？我怎么办啊？就冲你刚才这态度，我就觉得这儿挺好的。你就老老实实工作，将来踏踏实实嫁人，别跟我们俩瞎折腾。不行，我也要跟着你们俩一块儿干，没我你们俩都吃不上饭。我就再跟你们俩混2年，不行我再嫁人。你先别聊嫁人那事儿，你先仔细讲讲你那个。吃呀！你买的太少，吃什么呀？就光剩这个了。太仓促了，买没买啥，你就凑合吃一口吧啊！哎呀，看，这是我画的这个软件的外观，正方形立体的小方盒。我觉得用橘黄色，这样看起来又醒目又简洁。打开软件，里面会出现通讯录。你想跟谁说话，点开他的名字，直接说就行。现在把语音转成数码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，但是如何把它移植到移动互联网的软件里，还没有人实现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如果我们把这款软件研发出来了，它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音软件，它将是世界未来的潮流。
那这款软件它叫什么名字呢？我认为它是有魔力的，它是智慧和情感的结晶，所以我想叫它魔晶。魔镜好，魔镜好，我喜欢魔镜。那它只是一款语音软件，别的呢？没有别的，我就希望它像西藏的大山大湖一样，非常的纯粹，就是人们用来表达彼此心声的必备品。你可以用它说出非常重要的事，你可以午夜里对着它对你爱人说出情话，你可以让千里之外的人听到你的声音，如同见到你本人。总之，这是一款充满魔力的软件。这想法是挺不错的，不过就靠咱们3个人引领世界的潮流，这能行吗？我想起乔布斯的一句话，当时他被查出癌症晚期，别人问他：“你担心你的生命已经很短暂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担心，我已经知道了我人生的任务是什么。我就是要用科学技术，用我的智慧，用我的能力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钉上一颗钉子。”好，为了这颗钉子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那您跟我说说，我爸像我这么大时候他干什么呢？那时候我们的珠宝生意做遍了整个东南亚，我们沿湄公河逆流而上，沿途全是军阀的小船护航，八面威风，好杀气。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干个什么劲呀？我爸总说这辈子我不会超过他，现在你也这么说，反正不管我怎么干，你们都看我180个不顺眼。我和老爷小时候就怕饿死，我们也想上大学，也想当白领，谁愿意拎着脑袋干这事儿啊？你应该理解老爷的苦衷，他辛苦了一辈子，不就是不想再让你受这个罪吗？董叔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弄把枪，我也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，我肯定干得比我爸好。罗维，罗维，亲爱的罗总，行啊，鸟枪换炮。一个电话也不打，我以为你已经死在西藏了呢。盼着我死在西藏是吗？好贪污我东西。你那点遗产很值钱嘛，你赶紧给我拿回去啊！怎么样？这趟西藏大彻大悟了没有？大彻大悟了。我决定重新创业，所以我把他们2位也请回来。今天来就是邀请你加盟，咱们哥4个一起干。我这摊儿都已经支好了，你们先到我这儿来吧。我给你们股份，啊，咱们把工资标准谈好，等我 A 轮融资一完成，我马上就给你们把工资补齐，好不好？你还是做忽悠啊？对呀，不然呢？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明天你们哥仨啊，就来我这上班。卢卡，怎么个意思啊？我有一个新的创意，做一款手机上的对讲机，就是有声音的短信息。卢卡，给他看看。哎，
这个就是我要做的魔晶。这个技术，录音笔早就解决了呀。没关系，你们把它合并到狐油里来，给狐油开发一个语音功能。但我觉得，把魔晶单独做成一款软件会更有前途。那样功能性会太单一，你怎么吸引你的用户？粘合度不够高吧？乔布斯当年疯狂地坚持 iPad 只有一个键，所有的设计师都不同意，他们觉得键越多才能体现功能的强大。但是乔布斯年轻的时候在印度禅修过，所以他的理念是少少许胜多多许。你也不是乔布斯，乔布斯也不是我。好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。将来如果万一，我这儿永远向你们敞开，岗位我给你们留着。谢谢，我想应该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当然。但是现在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说。借钱。你知道的，做出一款软件要花很多的钱，即便要融资，咱们是不是也得做出一个试用版，让产品先上架？我听说你的公司刚开张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一来一看，鸟枪换炮，你一定能帮到我。这样，先借我60万，我把我软件一部分的股权押给你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该把钱给你。但是，我为了做这个公司到处借钱，我已经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。我现在账上也只够再给他们发3个月工资的。没关系，我马上就会进行 A 轮融资。只要我 A 轮融资一成功，我第一时间给你们做天使投资。来，美女，咱们喝一个吧。老霍，哟，金少爷，喝一个，来。跟金少打招呼。金少爷，姑娘新来的吧？对呀。叫什么呀？妍妍。妍妍，来喝一个。好。让我玩一杯啊！哎呦，这不是少爷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别坏笑啊！你爸走的时候可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啊好好管教管教你。行了，我明天上班，我不陪你们了啊。你那些行李怎么着？是还放我那儿，还是我给你送哪儿去？先放那儿，我这两天住在他们那儿。抱歉，这次没能帮你。将来如果你愿意，忽悠随时欢迎你们。祝你成功。单我已经买过了，你们好好吃。谢谢老板。
大，你没喝多吧？没有。我刚看你在那算账，算出来了吗？算是算出来了，就是有点吓人。说，如果就咱们3个人做软件开发，你预计开发多长时间啊？要是想做得好的话，试用版怎么得1年吧？1年啊？那咱现在就散伙。是啊，1年咱们得饿成干鼻涕，趴在大街上，最多8个月。8个月连测试都完成不了，不争论，咱们想办法克服困难。行，就算你8个月，办公经费、工资、保险、房租、开发费用，粗略的估算了一下，140-50万。多少？140-50万。太夸张了吧？一点都不夸张。你、我、卢卡，我们3个人，先不说工资，我们就拿一个基本生活费。你电脑要不要？测试费用要不要？租服务器要不要？在网店上架、公关宣传的费用要不要？就这样，你们俩24小时不吃不喝呀？我还有点钱。你是说你前妻留给你那点钱，咱仨一块儿花，够1个月？那就想办法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钱我去借。你找谁借呀？连罗维都不借你了。就算你能借着，你万一要失败了怎么办？不可能失败。这个软件的基础理论，咱们不是已经反复讨论过了吗？对，这个软件的基础理论，我再给你重申一次啊！你给我闭嘴！而且是你们都觉得可行。你也给我闭嘴！你们俩都闭嘴！真是上辈子欠你们俩。哎，我怎么听说你被人捉奸在床了啊？跟我说呀，跟叔说呀，我教你呀。哎，你也是，这种事哪有当面说的？好东西死不死啊你？等等。咱不跟疯狗斗，我这是给你爸面子，要不然你小王八蛋就死800回了。老王八蛋去哪儿啊？好戏开始了啊！他还是个孩子，我替他跟你老板赔个不是。有什么话好好说。丢人现眼！哎，别走啊！我还没玩够呢。我一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我跟着你们俩码农，我混什么混我？给你股份了。我需要的不是股份。我需要的是老公，我需要的是幸福生活。我也需要幸福生活。你能不能给我闭嘴？陆哥，别惹他，让他把话说完。接着说。我不是技术人员，我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考虑这事儿。我们俩跟着你混，是因为你是好哥们儿。我除了不能嫁给你，别的我什么都能为你做。我是真担心啊！就你前妻留给你那点钱，你扔进去烧了，然后你再去借，那借的钱再烧完呢？那天使投资 A 轮融资 B 轮融资上市当亿万富翁，这世界上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吗？不然呢？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种活法呀。那你就没想过，万一那天使投资 A 轮，那洛菲斯他压根就不接受你的概念，没有人为你投资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还这个钱？哦，我是大不了可以再找一份工作，我急了我随便找一人就嫁了。卢卡反正也是一码农，走到哪儿都是种地。你呢？你怎么办啊？有道理，老大你怎么办？为什么不接受我？为什么不给我投资？喂你什么你吃什么？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？
因为你不是乔布斯，你不是比尔盖茨。因为我是郭新年啊。当时我在高原上骑自行车的时候，大脑缺氧，两眼发黑。我但凡要是有一刻的走神，我就会栽进万丈深渊。万一我要是栽下去了，那也是一辈子，对不对？我认识一个藏族兄弟，给自己做了一盆。他的全部身家就是一个水壶。他坐在盆里跟自己发誓，如果他这辈子不大彻大悟，他将不会再站起来。人生只有一次，如果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，那才是最大的失败。这事儿我非做不可。你是真喝多？有点儿。哈哈哈哈！你回来了？哦，我回来2天了。我忍不住给你打个电话。回来就好。那你好好休息2天。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。如果你还想继续做软件，得到洛菲斯投资的话，你最好不要跟我有私人关系。我没别的意思啊。我们公司在这方面纪律很强的。你有时间的话，就把那本瑞士攻略拿回去吧。喂，你在听吗？哦，我在听。那个，我从西藏给你带了点礼物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想给你送过去。要不就现在吧。金鱼胡同后边有一个棕榈树酒吧，我顺便把书也给你带过去。你在那儿等我。那就半小时以后见。好嘞，拜拜。你在干嘛呢？老大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谈个屁的恋爱，少胡说八道。那个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出去一趟。你们不用等我，你们吃完自个儿回家。哎，不是老大，那卢卡又喝大了，我弄不动他呀。叫120。120。
喂，那总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失约了。我都到那儿了，然后我突然接到我朋友的电话，说他被打了，那我得赶紧走啊，我去帮他。然后我这一着急也没跟你说。没关系。那个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俩能不能现在出来再见一面？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